，TIFA 呢，在这个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举行8个小时之后呢，顺利落幕了。当然，我们的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呢，立刻召开了记者会，他讲了很多，就是成果丰硕啦，很顺利啦，等等等等等。当然，这些呢官样文章我们不用太过去注视啊。但是我们导师要来看的，第一个，季大使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过去也参加了一些这个国际谈判，他很关注这个议题。我想先给大家一些简单的 ABC，好不好？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什么是 TIFA 哈，它跟我们台湾真正想谈的 BTA 有什么不一样？还有 FTA 有什么不一样？先给大家上一些这个基本的课程。TIFA 它叫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它1994年就签了，所以到现在大概有30年的历史。所以在这个，它是所谓美国跟它所有的贸易伙伴都有签这样子，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就签了，然后大家有一个架构。然后在这个架构里面来商讨双方的互相关切的贸易相关事情，是一个对话平台啊，它就是个对话平台。那在这个规定里面，在这个 agreement 里面任何一方他可以提出我有重大的议题想要谈，那我们希望由双方的贸易的主政的人高层的官员来开一个会议来总结一下。然后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或者解决一些久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它这个就已经是一个老条约了，agreement 嘛，一个老协定了。那么过去已经开了10届了，几乎大概差不多每差不多3年吧，就开一次。那这一次是第11届，对，第11届5年嘛，中间。过去蔡英文政府刚上台的时候开了一次，那时候是王美花。他次长的时候，他跟那时候 USTR 就是美国贸易总署的这个副贸易代表，他两边谈了一次。可是那次谈完以后就一直摆着。我的了解就是，美国那时候提出来一个问题，美猪的问题，你要解决的话，我才跟你进行下一次的会议。你不解决美猪的问题的话，我这个机制尽管你每天来催我说，我们来开会，我们来开会啊。美方说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不跟你开会。先买我的美猪，我才让你上谈判桌，要不然谈都别谈啊。对，所以这次呢，没有错大家都知道，莱猪终于换到了这个 TIFA 但是 TIFA 当然我们知道蔡英文的眼睛不是看着 TIFA， 是看着 BTA 那 BTA 跟 TIFA 又有什么不同？我们要跟美国签 BTA 有可能吗？其实这个 BTA 我今天听那个。我们邓正中政务委员在记者会又提了 BTA， 我跟他是老朋友、老同事他以前也做长官我都想问他说，你这个 BTA 到底什么意思？这个 bilateral trade agree，bilateral trade 双边贸易协定。我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FTA 是自由 free trade agreement， 因为什么？你只有签了 free trade agreement。你才能够要求美方给予我们关税或者其他贸易待遇的优惠待遇。为什么要优惠待遇呢？因为美国跟韩国签了一个优惠待遇的协定 FTA， 然后呢，随便举一项，美国把对韩国的机械产品的关税把它拿掉了。它比如说原来是所有跟美国的贸易伙伴，你的机械产品比如说7% 的话，那美国说那韩国产品机械产品就0%。那就造成我们的机械产品失去整个美国的市场，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美国谈这个 TIFA，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平衡我们因为美韩之间 FTA 造成我们很多产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所以要跟美国去谈，可是看起来什么都没谈，然后发明这个 BTA 没有人听得懂。对，但是这个FTA 我们知道它比较全面嘛，它的政治敏感度也比较高嘛。如果签的话，很多人把它看成这就视同是台美之间的经贸建交、经济上建交了。所以当然在这个两岸这个三边复杂的关系之下呢，感觉上 FTA 真的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所以这个 BTA 呢，感觉上是一个一个缓冲。一个缓冲，但是这个 BTA 的实质是什么呢？我在想，当然主要还是这个关税嘛。第一个，我们用这个好不容易用这个莱猪进口换到了 TIFA，那接下来如果要签 BTA 的话，我们要拿什么去换呢？对，当然关税的部分我就很敏感。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平均关税大概是6.5%左右，但是我们的农业关税比较高，农业关税呢是15.9那么美国呢？美国平均关税都比我们低，大概3.4%，他们的农业关税大概也只有5.4%假设签的话，我觉得首当其冲这点民进党恐怕要想一想，因为
按照美国的这个强势哈，我们如果要降到像比方说农业的话，降到跟美国一样的水准，我们从15.9%降到5.4%的话，请问一下，因为美国的农业很强，美国的所有农业产品，包括稻米等等，大军扣关的话，第一个被牺牲的恐怕就是台湾的农业啊。对。但是讲到农业呢，因为民进党是农运起家的，记不记得啊？我觉得这也算是民进党的某种神主牌。虽然在过去啊，很多农民对于民进党极度不满啊，但是你觉得这个可能性高吗？这个美国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马政府的时候跟纽西兰跟新加坡签了2个 FTA 嘛。那其实就是说形成了一个先例，也就是在 WTO 的架构下，我们可以跟其他另外 WTO 的会员签一个 FTA。对。可是一直的问题都是美国不愿意签，因为美国对于 FTA 基本上他们是不太接受的，所以美国只有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啊，因为共和党主张的是所谓的 free trade 自由贸易，民主党主张的什么是 fair trade 是公平贸易。所以民主党主政的话，大概美国是很难签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现在如果要跟拜登去谈自由贸易协定，其实那个时候，那个耶伦，我记得他在前几个月就讲说，这个不是美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不是美国政府现在的经济上的前提，就是说它的优先事项。所以跟美国签 FTA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是美国跟台湾的谈的东西它要求很多，要求的是什么？美国认为所谓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对，这些包括什么？像这次谈的就提到什么？我们的这个企业秘密保护法，对，这个案子，其实我在经济部的时候，这个案子就拿出来谈过，这次他没有谈。企业秘密保护法是什么？因为当时美国的这个 DuPont 在台湾投资3亿美金，就他有一批台湾的员工跑掉了，把他机密带走，结果美国回过头来说，你要立一个法。来保障营业机密，所以美国这部法，我们机密保护法，基书是美国人拉着我们的手立了一个法，这是美国人的谈判的强势。那另外一方面，这次我看他们又谈到什么医疗器材的进口的程序的简化，那这是我比较怕的。那这些都是美国人要的，所以这一次我看的那个我们记者会的时候说，这一次我不好意思又提到邓这时候政委，他说这一次跟以往所有的踢法不一样。他说这次的踢法是过去都是美方单独要求，现在我方也提出了反向要求。可是他讲了半天，记者会快1个钟头，我也没有看出来我方提出任何的。就是疫苗啊，就希望说，就是基本上翻成大白话，就是希望说能够协助台湾疫苗嘛。对，结果是美国的这方新闻稿面是零啊。我觉得美国新闻稿有一句还是触动了台湾的敏感神经，就是说希望针对美猪牛的贸易障碍加强接触。也就是说呢，蔡英文虽然已经开放了这个来猪进口，但是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民意的强大展现嘛，而且这个民意的监督力量到现在为止，听说这个来猪呢进不来，没有贸易商，这就变成回到一个商业的一个问题嘛。因为贸易商根本不想进，为什么不想进？因为我进了以后我被骂死了，台湾人民根本不会买。对，所以就是等于是说，民意把它设下了一个路障。我蔡英文呢，我把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壁垒拿开，但是民意的这个路障呢，它攻不破，所以感觉上美方还是不是很满意哦。你蔡英文政府虽然你答应了，但是我有卖进去吗？没有啊，你有买，你没有买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所谓的来猪换到了踢法，但是美方的新闻稿还是说要针对美猪牛的贸易障碍，加强接触啊。对于我们已经开放来猪来牛，他还是不满意。这个里面美国你非吃不可吗？美方其实这一次我认为他会同意跟我们开会。第一个，他欠蔡英文一个人情。为什么？因为蔡英文把台湾老百姓的胃开放给美国的莱克多巴胺的牛猪了。他已经先怎么讲？这种贸易上，他先已经付了头期款头期款。然后他说好，那美国说那我没付啊。对啊，美国就说那我可以同意开会。可是不要忘记8月份有一个公投案。对。所以美国现在他要警告，等于警告台湾老百姓，这个美猪美牛的事情啊，你们不要开玩笑。然后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给怎么样？给蔡英文政府一种支持。所以它这里面有很深的政治意涵在里面啦。那美国，我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我觉得美国人真的讲到贸易的时候六亲不认，是非常非常强势的。以前这个，尤其这个，你刚刚提到农业的部分的话，我们的整个的稻米如果说是要跟美国谈 FTA 的话，美国的加州的稻米，还有美国南方几个省的稻米州，那个成本都只有台湾的1/4啊。
到1/3啊，品质又好，他一定会要敲你这个门。台湾的我们的稻米的这个保护是保护的最严的，我们不但有配额，而且我们有高关税。那这个美国人老早就想要修理我们了，所以你如果自己送上门再就要跟美国谈 FTA 的话，那美国这一口咬下去的话，绝对是鲜血淋漓啦。那不过蔡英文这一次他是当做一个政治的一个动机来跟美国演这场戏。可是我就说了嘛，我刚刚一开始说被降级啊。上一次4年前，王美花跟美方谈这个 TIFA 的时候，王美花是次长，然后 USTR 是副贸易谈判代表。这一次美方派出助理贸易谈判代表。对啊，其实在这个04年啊，我们看到2004年开始，双方就提升为这个次长级的层级啊。但这次派出是杨珍妮哈，你怎么看？杨珍妮，我觉得这个就美方的代表，我之前看我还以为是邓正中要去谈，跟那个戴琪谈。对。可是我一曝光以后啊，我看杨珍妮做人我也蛮奇怪的。那就变成其实现在的经济部次长主管贸易是陈振奇嘛？那我们不是陈振奇去谈的。后来我看啊，因为美方派的是助理贸易代表，你如果次长去又比他那个助理贸易要低1级了。那杨珍妮她退休以前是国贸局局长，所以又请这个杨珍妮出山来跟美国，因为贸易这个谈判讲究对等，阶层对等。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过去5次的这个 TIFA 的台美会谈都是次长级的，那美国这次把它降到，美方是副贸易谈判代表，他这次把它降到助理贸易谈判代表。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不希望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大张旗鼓，那么也有冷却台湾这边比较高的期望的这个。另外一方面，我想他的对外的观感，他不想认为有这些大的要准备有大的突破。我想美方等于说是也对我们这边蔡英文这边浇冷水吧，反正就把而且最妙的是，我觉得虽然是视讯会议可是双方没有共同声明。只有 AIT 发了一个新闻稿，不知所云很空泛。结果我方自己单独举办了一个这个记者会然后由我方单方面自说自话。那这个任何会谈你没有个共同声明的话那我们从谈判角度看就是说，那你的共识基础不稳固对不对？你这边开一个记者会，那边开一个，那不是像普丁跟拜登见面一样吗？最后连共同记者会都不开了，就是各开一个记者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美方对我们的态度就是敷衍了事了。那蔡英文当初想要在这个大做文章这个 TIFA 里面大做文章，其实我觉得他不要大做文章还好，做了大做文章以后我们台湾不管各种产业搞不好要损失很多实质的利益，因为蔡英文把我们台湾人的这个胃都打开了，给你灌美国的毒株对不对？他都不在乎了。那他只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那我们台湾不管是人民的健康，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利益，我想都很可能在谈判桌上被他小姐把它卖掉。但即便如此蔡英文开了一个大门，莱猪开了一个大门，看起来这个美国还是不满意的所以之前介老师讲的这个药价的问题包括刚刚讲到稻米的问题农业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讲是顺差，对美国来讲是逆差的问题之前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就说，他说我们跟台湾之间呢有庞大而且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他说这个部分呢，我们显然是有贸易争端他是用贸易争端来形容，而且他说还没有解决。所以如果说这个蔡英文呢，我们要这个 TIFA 完之后呢，如果这个蔡英文政府，当然这个我们还希望再进一步签这个 BTA 的话，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针对这个汇率等等，锁定台湾的汇率来进行施压？这也是美国过去常用的一个手段嘛。对，其实台币升值对美国是有好处的，因为美国现在最怕的就是美金升值。因为美国这个可能到了这个年底，它的今年的那个这个物价所得是物价指数是上升就是4%以上，这个对他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可观。如果这个上升的话，如果美金这个时候再升值的话那美国会有输入性通膨，因为它依赖外面的这个产品的提供太多。现在通膨已经蛮严重的，现在很严重了。而且你看它石油它现在掌控不了。
听说铜价也涨得不得了。那因为大家现在都各自归正常了，所以很多原物料就增长。然后美国现在失业率又慢慢在往下走，在解封，所以他很怕通膨。那通膨的话，你像我们这个每年赚他260亿的美金的这个一个贸易单，我们是第9大贸易对象，那当然会对你的币值啊，会觉得要怎么做对他有利。那你新台币觉得绝对不能相对美元贬值不说，升值是很重要。我们不要忘记，过去2年之内，我们台币对美金一直在升啊。对，现在已经变成常态的，都是差不多1比27、28之间了。过去我们还维持在29、30。那这个继续台币升值的话，对于我们的外销产业并不是有利的。可是美国人从来不管的，他都是为他自己利益的。然后我们这个260亿美金对美国来讲也是个大问题。其实这次谈里面还有一个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他提到了，就是 IT 产业链的重组这个部分，我很怕啊。这个我们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一些厂商也被美国人指明啊，到美国去投资。那这些去的话，不是说带枪投靠，你带枪，你还要带技术，你还要带人才，把你的 know how 通通送给美国人。然后呢，你厂商自负盈亏。台积电以前不去美国原因，因为成本太高嘛。那这次美国又提到一点，我也比较担心的，就是说贸易与劳工。贸易与劳工，因为美国一直认为不公平贸易的一个来源是你的劳工的标准太低了。我美国保护劳工，所以我产业成本高。那现在你台湾你赚我260亿，是因为你的劳工标准是比较低，确实也比较低。那美国回过头来就让你提高劳工标准，其实我也蛮高兴的，因为让我们的劳动阶层可能得到一些好处。可是问题就会增加你产品的所有的这个成本嘛。那这个在短期间如果太快的话可能也不利于台湾我们这个产业界，可能有一些产业可能又要进一步外移了，又往东南亚跑了。好，我看到这个厉英杰他说这个 TIFA 的重启呢是他的任期一个圆满的一个据点，但是看懂美国演的这场戏当然是一手胡萝卜一手棒子一定是这样。那我们看到胡萝卜是什么呢？当然这个绿营一直把它操作成主要是因为蔡英文还有民进党最近这个民调非常非常低嘛，所以感觉上能够重启 TIFA 呢，像是真的是台美关系所谓罗秉成讲的就是台美关系迈入了新的一页台美关系深化的又一个新的篇章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得不让大家讲到了疫苗。之前美国有没有突然之间捐了我们250万剂的疫苗，派了这个3个参议员来，当时只说捐75万剂，后来再加码变成250万剂，到现在在哪里？还没来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说实在的，没来的疫苗我们都不太相信，但是美国讲不管怎样，250万疫苗，好，在 TIFA 谈判之前就给了你250万疫苗。那 TIFA 是不是你要门再开一点？我们会退让什么？当然，这个东西呢，今天我们看到接大使讲的，双方所公布的官样文章滴水不漏，看不出有太多的一些台湾人民觉得有些黑暗面可能找不到也不会列在这个文字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导致今天绿营可以说是很高兴又捡到了枪。因为绿营采买这个陈时中采买疫苗不利嘛，之前一直想甩锅给中国大陆，有没有？每次疫苗来的时候，我们都说嘘，小心不要声张，什么我们这是很勇敢的经过了大陆的领土，什么有军机在护航，什么讲的这样那样，大家说你这个证据拿出来请问一下中国大陆怎么样打压美国的 BNT 疫苗？怎么样打压美国的莫德纳疫苗？怎么样去打压英国的这个牛津疫苗？美国跟英国我们都知道都是这个反中联盟当中的领袖你怎么样去打压他？但是这次美方有讲说他知道台湾的疫苗被拦截就是拦截这个词汇呢，让这个绿营捡到枪很高兴。对，就是美国认证的，我们疫苗被拦截，所以不是我们民进党能力差，是因为有外力介入，所以台湾人不要怪我。对啊，美国就口惠美国就跟你讲几句好话以后，然后他要拿的东西都拿走了，实质的就拿走了，就跟今天说我跟你开一个会，然后其实你付的代价是每天要我们大家进口那么多美国的莱猪进口吃他拿到10然后他说我跟你开个会，你看开成这样子哩哩啦啦的，也没有具体的结论，他就开了，那我就还你了。所以美国常常我们在台美关系过去我们常常要一个切记一点的，不要以实去换虚。可是蔡英文这种政府，因为他自己的信心不够，然后他把两岸关系搞僵了以后他
他必须要靠美国人给予他口惠，美国给了他口惠很多。那实际上呢，美国从台湾这边赚去的260亿美金一年的话，跟过去川普在2年内给台湾将近600万的军售比的话，那成比例吗？对不对？然后美国也是，美国不但要你买了他这么多军火，你还得感谢他。所以这个在我们跟美国发展关系最怕我们是以实换虚。然后呢，美国是以虚换实，那更不好的就是说，美国现在把台湾一直赶到哪一个？赶到跟大陆进行军事冲突的这个角度上，对，最后获利的还是美国啊。那么打仗是要生命财产，那是毁于一旦的。那可是美国人现在把台湾已经包括蔡英文这个政府已经控制的，我觉得已经控制蛮严的。蔡英文政府也甘受美国的这个政府的驱驰。也就是说，美国人拿个鞭子，然后那个缆绳，蔡英文就是前面的马，带着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人所有的生命财产任凭美国这个鞭子抽，那到底是负了谁的利益呢？这个服务了谁的利益？我觉得我们跟美国交往，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那不要就是说赔了夫人还得折兵，最后还要感谢别人，然后别人只是动动嘴。那过去2、3年的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我看就是本质上就是这样，美国就是动动嘴，然后从台湾吸取了大量的资源。那么最可怕的，我认为是我们的晶片的生产的这个know how 跟我们的能量如果蔡英文政府还是对美国被美国予取予求的话，我很怕我们将来这个晶片生产的能量会被美国不费吹灰的之力，吸星大法全部都你吸过去了。那台湾我们所谓的什么护国神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蔡英文也唱不出什么戏了，我们台湾的经济也会走入绝境。